们现在来到城市商旅的停车场，这边停车场感觉有点可怕，感觉这栋大楼已经非常的久了。我们刚刚有看到，除了6、7楼有城市商旅，8楼有住宅，9楼是宾馆。哇哦，天使酒店哎！其实我自己搭过，基本上吃不太出来有温泉。待会我们就要去爬271阶梯，现在通爬的位置呢是在。Hello， 我是头马，你现在收看的是头马南马后手。很久没有来到桃园火车站，这一次呢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所以来到桃园。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入住我有点担心、有点害怕的一间平价商务旅馆。在影片之前，别忘了先订阅我的频道，一起来看看，说不定 CP 值非常高，商务旅馆到底是什么样子。Ikimasho。原来桃园火车站目前呢正在装修，我看上面的期限好像2019年到2026年这段期间。那我们这次要去住的商务旅馆，其实是从桃园火车站往前直走，距离火车站不到5分钟的距离。沿途上你就会看到有桃园远东啊，或者是星光三月。你看，连统领百货开幕了，我完全都不晓得。我是商旅在合作金库的这一条巷子这边有一个鸡排店，还有卤味，出来蛮多吃的，好多东西哦。往里面走，是商旅的电梯在巷弄里面，非常难找。我们现在来到城市商旅的停车场，这边停车场感觉有点可怕，感觉这栋大楼已经非常的久了。我们刚刚有看到有蛮多东西的，除了6、7楼有城市商旅，8楼有住宅，9楼是宾馆。哇哦，天使酒店哎！还有什么欢乐园啊、泰式餐厅。我们先进电梯。电梯的角落有一个谜样的奶茶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人把它丢掉。我们现在已经拿到房号，这是住6041，这边有6楼跟7楼。原本我看网络上这边都是用电脑做自助报道的，6039，来看。终于进来房间了，跟大家说，这一间4人房在平日要1550，等于平均一个人呢不到500块，是不是非常夸张？所以我们赶快来看这间房间到底CP值如何呢？首先呢，进来呢会看到2张大床。2张大床的中间是一个床头柜，这个床头柜呢有附2个万国插座，还有灯控面板哦。电话的下面呢有一个小小的保险柜，还有看到这种一般的壁纸。里面的这一张床上面呢有高低2个衣架，再来是它的电视。以这个房间的角度来说，这样子看电视其实算是蛮大的哦。可惜的就是这一间房间没有对外窗。接下来我们看看这张书桌，这张书桌呢有附一张蛮重的椅子，书桌算是蛮大张的，大概150公分。旁边呢也有多放一个行李架。这个的台灯呢是属于工业风的金色，还有跟黑色的铁件所搭配的。这个灯还蛮亮的哦。旁边呢有附矿泉水，总共有4瓶，还有附一些乌龙茶跟咖啡茶，还有一个热水壶、吹风机，属于这种比较小的。书桌的底下呢就有冰箱。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好，我们再来去看看厕所的部分哦。这一侧的厕所非常的简单，一般坐式马桶，6角形马赛克砖，墙上附有活动式化妆镜，基本抛弃式备品。侧梳妆台的镜子呢还有背光。不可思议的是，这一个房型居然还附了这么大的浴缸哎！我还原本还抱持着这一间可能只有淋浴设备而已。如果你肚子饿的话呢，城市商旅的1楼有蛮多小吃可以吃的。早上再看看这个房间到底睡了1晚，品质会如何呢？晚安喽，我要是米亚塞。
在已经是早上的9点36分，这隔音真的不行。那外面走廊随便有人讲话就听得到声音。这边的退房时间呢，一样是早上的11点。哎，对耶，这边没有附早餐，稍微可惜了一点。浴室玻璃门底下的防水胶条很多都已经发霉了，这一点可以改善的话会好很多。这里的床非常的摇，旁边的人只要稍微动身一下，我还以为有地震，然后一度的惊喜。只要有住到有对外窗的房型，就会不知道现在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。如果在附近喝个酒，然后休息一下下，不是来度假的，来工作的话，这种商务旅馆也许会比较适合。有开车来的话，楼下也有停车位可以停。在退房的时候，他有车券，买他的车就会比较便宜。除了桃园这一间站前店之外，台北也有蛮多分店的，好像连南部都有吧。以上就是这一次入住城市商旅桃园站前店的一些小小的心得咯。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桃园火车站附近，不知道住哪里的话，这里呢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地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帮我的影片分享出去。我是Toba，我们就下个城市见咯，拜拜。我在马桶发现有趣的事情，你看这上面写说，请勿将任何物品丢入马桶，以免马桶肠胃不适。有什么东西呢？有内裤、袜子，还有卷筒卫生纸，是不是很奇怪？